你会如何陷入爱情呢？两个人现在是空窗吗？是。哦，你看初恋都不会成功哈。好，下列有4种恋爱约会的场景，如果是你向往哪一种呢？大家来选择一下。1. 相约一起看星星，躺在草皮上，很浪漫。鹿野高台哈。B. 约会时送你惊喜的礼物。C. 快乐的手牵手漫步。D. 约你跳支舞。哪一种是你觉得蛮浪漫的约会？我是 A。看星星啊，跟我一样哎，跟你一样。哇，我也是 A。而且我是曾经真的有一任是看星星，然后后来在一起。哇哦，要分享吗？不是，他看完星星才决定在一起。对，我跟你讲，他跟你去看星星就是答应跟你在一起。对啊，都会跟你去了。你懂？你懂吗？对啊，对。我有意思，可是我也不确定他有没有意思啊。但是从看星星那个过程当中，因为会聊天嘛，那个整个过程是很舒服的。然后当然那个过程也加深了我对他的喜欢。对，看星星怎么约啊？就是我们那天其实是一整天的行程，然后最后面呢，我们到了码头边 ，OK，然后就拿出我的手机，里面有 App， 然后就可以对照上面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，就乱说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就一起玩那个 App， 然后就很开心。我有曾经看星星，开着敞篷车，载着有望远镜的朋友，我们到屋来看最靠近地球的火星。结果在一起了吗？没有，他们是一对夫妻。哦，我以为在一起。我们是真的一群朋友，一群朋友啊，一群朋友去看，看完还吃宵夜呢。看星星对我来说没有很浪漫，但你们两个都选看星星。到我这个年纪，我觉得手牵手不错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你会如何陷入爱情呢？2位选1的帅哥，你是外貌协会型哈，你怎么陷入呢？因为你们都是一眼就中的那一种，一见钟情派，所以必然你对自己的直觉还蛮准的哦。你的确是一见钟情派哈。对。好，外貌协会，你容易一见钟情，追求帅哥美女。对方如果在服装上或兴趣上或想法上很靠近你的喜欢哈，就可以在一起。如果离太远，就基本免谈。一看就知道是我的型还是不是我的型。很准哎。渴望浪漫的约会，容易陶醉在对方的甜言蜜语中，所以这2位是可以被甜言蜜语打动的。丽安，你一直说很准，是为什么？因为我自己本身，老实讲，我真的是蛮外貌协会，因为我觉得服装上跟兴趣想法上，如果差太远，然后我就会觉得类似服装上，你喜欢哪一种？露乳的还是？我喜欢有气质的，文青派的，不喜欢太辣的。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第一次媒体联访的时候，然后记者问立安说：“就是你喜欢善存吗？喜欢他什么？”我说喜欢啊，就帅帅的。哦，OK， 外貌协会，所以帅帅美美的就是你的菜了。但我觉得还是要聊得来啦，想法上跟有点来不及了，对，就是比较肤浅啦，没有，我觉得要同频共振啊，好了，同频共振，这我可以理解，能给。那善存也是哈，那个外貌可能跟服装有关了，就是因为我觉得从一个人的服装，你可以大概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他的品味是什么，然后我觉得那会影响他的兴趣跟想法。没错，蛮准的。那你喜欢传达什么感觉的服装？文青穿这样可以吗？你不文青，你还说喜欢文青？你在哪里文青？太吵了，是不是？太吵了。对，我还是喜欢文青一点。为什么2位电视上那么有粉红泡泡，私底下我一点都感觉？因为我现在距离有点远，太远了，我们要坐近一点。坐近一点，坐近一点。视觉上至少让我享受一下。这是我腐女的正常反应，很抱歉。不好意思，我不能录了。好烦啊，超烦的，好可爱哦。对嘛，要坐近一点哈。固定星座涂善存：金牛、狮子、天蝎、水瓶。首先，你外表要符合他哈，是他的菜。他的菜是哪一种？其实你很容易打听，你也很容易从他的历届的女友去找到某一种类型。那个外表你要稍微符合一下，再来要让他觉得是知音，相处起来很舒适，这很重要哦。动不动你就说，那你晚上要见谁？
那让他觉得你也管太多了吧？真的会害怕。或者是动不动这样的小事你也要跟他计较，只要让固定星座的人觉得不舒服，就很容易打退堂鼓。对。因为那个舒服与否，就是知音不知音很重要的地方。我明明知道可以讲出来，可能他会改或什么都好，但是那个就是知音不知音的问题。我需要讲吗？我会讲的话，我觉得那个距离就拉远了。或者是固定星座如果跟你讲，你真的不要让他讲第二次。这也不一定是他的错，可是这个就是我们合不合适的问题。再来是变动星座，就是立安了。双子、处女、射手、双鱼这4个星座，来，你要带点神秘，带点有趣，个性还捉摸不定，害他高傲不起来，就被你黏住。你很难搞就有点被虐倾向，有一点，对不对？早说嘛！神秘是为什么呢？不是说你要装神秘，而是不能完全的摊开。对，还是要有点神秘，要让我就是觉得，他在想什么，捉摸不定的感觉。跑到你面前追你，然后滔滔不绝自我介绍，就一点都不神秘了。对，什么都给你看光光，还以为很高冷呢，还以为很难突破呢，以为我正在爬喜马拉雅山，结果你只是象山之类的。不行，你就算是象山，你也要让他觉得是喜马拉雅山一样难攀登。变动星座就会鼓起全部的这个肾上腺素，然后冲锋陷阵，克服万难追到你，好不好？变动星座高不高傲，马上就可以感觉出来。他在你面前，如果他喜欢你，他就不会高傲，会变得很黏人或很可爱这样。那如果很高傲，就代表可能对你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。我以前还会讲得更过分，我说变动星座喜欢不喜欢自己的人。但我觉得我自己本身，我还蛮多，就是变来变，对，变来变去，突然冷掉，突然又热起来。哎呦喂，所以你最长的恋爱谈多久？1年半。哇，也蛮久了。那后来怎么分的？因为我们的世界不一样，考上不一样的学校。你在哪个次元？在哪个次元？对，我可能要到另外一个次元，他还在这个次元，他要进入漫画世界。对，是吗？我有觉得，就是我们可能这个人生的轨道没有在同一个阵线上的话，我就会觉得，因为我不太喜欢我的人生被左右。变动星座喜欢自由，要记得哦。善存呢？最久吗？最久2年。2年，也蛮短的。固定星座可以交很久的，那原因是什么？其实那个时候，因为我是水瓶嘛，然后他是处女，其实那些问题一开始就在。那所以到最后分开的原因，其实跟一开始没有什么差别，但只是发生了一些事情，你会觉得那些退让跟改变好像徒劳无功。很固定星座，固定星座是真的会先执着再说。对，他应该也觉得你是一个很难克服的角色，想要看看彼此磨合，一直在磨合。对。而且处女座就是你有问题，但我自己没有问题，就是你有问题。但我觉得我的星座又会容易去反思，说是不是真的我有问题？可是如果因为这一点问题就放弃了这一段我们努力的曾经，那是不是有必要？然后就一直不断这个轮回里面。立安有没有从此以后爱上演戏？一直以来都很喜欢表演这件事，还蛮喜欢表演。有兴趣走演艺圈吗？以表演继续专职下去？我其实不，这样可以了，这样可以了。其实我现在还是希望可以把我自己的戏先演好，然后可以诠释各种不一样的角色。从小就蛮喜欢表演这件事情。那我回来台湾之后，我就毅然决然想要走演员这条路。因为我刚刚看了他的星盘，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天才型的人，做什么应该很快就上手。没有啦，还是要很多地方要学习的地方。那善存呢？我想要把跟艺文有关的触角能够尽量的去延伸，因为像我其实去年在拍戏前，我开始可能玩吉他呀、画画啊、摄影，然后我都觉得其实那是我人生的一个抒压的方式。然后后来这些东西在戏拍摄的时候也都有帮助到，所以我觉得就是我想把这些东西都无限的再放大，然后说不定有一天他们可以合在一起。我前2年的星座书就有写到，就是说水瓶座应该有非常多的
兴趣，然后那个兴趣会慢慢的浮上水面，变成你很有利的元素。一开始是，其实这些事情我是一直都在心里的，不是去年才有的。但是我以前的心态会是觉得，我觉得如果我没有花很长时间做，我做不到完美，那我还是不要做。可是我那时候会开始做，原因是因为我不再想着我要做到多好，而是我每一次都是用100分的状态把它做到每一次的完美。就把那个目标放到眼前，不要把它看太远，然后反而就开始越来越好。就是专注当下了。没错。